很多明星在这儿买房子度假。22年的杰百纳，挂壁感不错。今天早上一起来就用胶囊咖啡机做了2杯咖啡，来尝尝它这儿本地的咖啡怎么样。这个胶囊不是咱们国内能看到的，闻味道是那种偏苦的咖啡豆。喝起来入口是属于中度苦和中度酸的结合，能喝出来酸，不像我们平时在家里选的那个就是纯苦，几乎没有酸。配了它这个纯奶的，觉得有点淡，但是不难喝。我们酒店是一个观海酒店，前方就是大西洋，远处的灯火闪烁，还可以惬意的在这儿观海景。现在是早上6点，还没天亮。我们去吃早餐。早餐还挺丰盛，巨大块的鸡肉炖通心粉，迷迭香烤土豆拿1个，焗豆。哎，我发现白人饭真的他们超喜欢吃焗豆，烤西红柿是蘑菇，不知道他们这个蘑菇怎么样。有的时候这个西餐里边蘑菇它洗不干净，它有点牙碜。这是不同的肉肠，这是猪肉的，这个是牛肉的，这个是培根，给你加1片。花送马芬，它有蓝纹哎。我拿了这个蓝纹奶酪，就是这个，是臭了吧唧的蓝纹啊，椰枣、菠萝干可能是，就是水果一会儿再拿吧。这边是各种饮料，酸辣有2种颜色，不知道哪个味儿是哪个味儿。这边都是各种麦片儿。哎，我要搞一个这个，这个是冷牛奶。行，就先这样。这个是什么？有点像榨的果汁儿闻着，可能拿这个再兑水，不知道味道怎么样，我来尝尝。因为第一次在酒店看到这种形式的，哎，它里边有姜味儿，这应该是某种姜汁儿番石榴的果汁儿，果然是好喝的，因为南非的番石榴特别好喝。拿这个把姜放这儿就行了。来谈谈你吃蓝纹奶酪的感想。还是10多年前吃的那个味道，臭了吧唧的那个味儿，香臭的。哎呀，我刚才也尝了一口蓝纹，哎呀，好上头啊！这个蓝纹还真别说，味儿还挺正。我其实还是挺爱吃奶酪，但是蓝纹我发现我真不行，我连豆汁都能喝，但蓝纹我不行。我发现南非的猪肉我是真的不能吃，它那个猪肉的味儿太重了，很多人吃不出来这种骚味儿，但是我就能吃出来，吃的感觉就是很像一股尿骚味儿，吃完了就特别恶心。这个蜜瓜好甜啊，又软又甜，超级好吃。我来尝尝这个菠萝，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来这儿吃菠萝就很甜，这菠萝好硬。菠萝也很甜，但是在蜜瓜的映衬下，菠萝的甜就已经不明显了，就是那种熟透了的菠萝，没有一点酸味儿。可恨肚子太小了。这个电梯需要插卡才能进，相对安保非常好，就卡插进去能动，这个时候摁你要去的楼层。我们的酒店。南非这边有些小团是一个小车拉那么一个斗，那个门是挂锁，曾经有过一个团的那个车斗，然后高速路上面门开了，然后箱子滚了一地，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特别不靠谱。这么早就有人拿着车出来了，这是多喜欢冲浪。今天早上又是阴天，不知道白天的情况怎么样，希望能晴起来，要不然的话在桌山上很受影响。我们在下到海滩边的时候看到了2个告示，说这儿禁止游泳，没有救生员，但是没有禁止冲浪，所以都是下去冲浪的。因为这块的浪真的很大，在穿着鞋的情况下，这个沙子踩的还是很深。沙滩上全是这么大个的青口贝的壳，还有长得像木耳一样的海带。上车出发，开始今天的行程。我们呢，今天早上计划先去豪特湾呢去看海豹，那么咱们还得进城。南非周末的大集，当地人都是把自家的东西旧货拿出来卖。经过开普敦最好的地段，你看窗户一开能看到大西洋的海景啊。这个房子2间房卖你个350万、400万，对面呢可能就便宜了，320、330。最高的房价呢，在咱们左边这山上要卖7亿呢。这是我们在豪特湾坐船去看海豹岛的船票，就这么简单一张纸。我
们来到了豪特湾，这是我们的票。 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aboard the Calypso. 现在坐船出海去看海豹。豪特湾边上全是各家的私人游艇。海风迎面吹，好冷啊！天空开了一个缺口，挺漂亮的。浪打海带。快到了，一岛的海豹都趴在这儿。 Welcome to Baker Island, more commonly known as Seal Island. 它好像想入海。 Here, the bull can grow up to 进去喽。 350 kilograms. 好听啊，这块。对，因为这儿有海豹屎吧，有一个海豹在别的海豹身上爬过去。啊。你看哈，还有一只海鸥。啊，这儿没有浮条，说话。密密麻麻的全是海豹。一个海豹，就光一个鳍露出来了。除了海豹之外，这里的风景也很漂亮。海豹很多，很可爱，但是臭烘烘的，一股子鱼腥味的屎。我们返回时发现，有几只机灵鬼已经跑到港口来晒太阳。每次游船靠岸，就会冲出来几个人唱唱跳跳，给几兰特就可以跟他们合影。你好10年前也和这帮人合了影。拜拜。口感怎么样？渣渣拉拉的。 Yes, yes,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撸海豹给了20兰特，跟那个古乐队合影给了5兰特。我们从海豹岛出来，来到了一个百鸟园，在门口就能听到里边吱吱喳喳的鸟叫声。进门第一个就是鹦鹉，2只金刚鹦鹉，吃的还挺欢。走地鸡，那只狗狗碎碎的啊，它是葵，你别咬我啊，你咬我可疼。它这儿不怎么好晒着太阳，那底下掉毛了。你还在里边跑。那边有好多蜘蛛，哎，跟那只抬头看我。园里摆的这些雕塑也挺有意思。啊，大狼，你没事吧？哎，看见你的镜头。还有碰下玻璃。我觉得你这个毛茸茸的麦克风可能让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有点好奇。这里相当于就是一个小型的动物园，里边东西挺多的种类，很多都是非洲这边特有的。对于我来说，只要有动物，它就好玩。它就这么呆呆的不动。角鸮，夜行动物，所以白天就很安静，就静静的在那儿待着。哎，动了。哎，转过来了。哎，还走。哎，溜达，又溜达回去了。美国黑土狗大概是这样。这个小动物园感觉笼子什么的弄得挺粗糙的，旁边又种了很多植物，所以给人一种在这个丛林里的这种感觉。粗糙嘛，这就是非洲风格。对，非洲主打一个糙，这是他们最原始的自动门，还有滑轨拉上来，然后关的时候，2只乌鸦卿卿我我的，撒什么狗粮？2只一起拍。这只小猎鹰都变成走地鸡了，一直在地上待着。一个一个小门进去是一个一个笼子，每一个门都是一个单独的小区域。作为中国人就是，哎呀，这个鸡能炖着吃吗？哎，这个大肥鸡爪子真挺好吃。这应该是有点像那种大燕鹅，铁锅炖就可以炖这玩意儿。不知道好不好吃。上面是2只怪，没人管，就自个儿在这飞来飞去，一会儿飞过来，一会儿飞走的。他说是有猎豹，但也啥也没有，在笼里关着呢，可能。你看这门口这给割了鸡脖子，哎，那呢？这也不是猎豹啊，明明是走猫，走猫也好可爱啊！你起来。哎，坐下来了。咦，伸了个懒腰。吃的还挺香。他在这掰什么呢？费老鼻子劲在这掰。看我离这个姑姑有多近，都不飞，不能随便碰它们这些动物，所以我们就隔空摸，完全不怕人。这都散养着。呀，这个小蓝鸟好漂亮。哦。你看，什么叫五彩斑斓的黑？你每一个拐角、触手可及的地方就有一只鸟。
在吃食儿的鸸鹋，这玩意儿跟鸵鸟类似，是不会飞的。一只鸵鸟和一只鸸鹋在一起，一只可以无限接近的陆龟，它缩在口壳里。哎呀，摔着了！哎呀，一只黄仙儿嘛，在这刨楞呢。可能现在是冬天还是什么原因，我们看到的所有动物它都很活跃，不像北京的动物园那些动物都几乎不动。但是在这儿你真的发现它们鸟类也好，这些兽类也好都很活跃，可能是因为凉快。接着去喀姆斯湾，我们终于看到了12门徒峰了。上一次来这儿下雨有雾，嘛也没看着，现在终于看见了。现在也还有云，有很多山尖看不到。这已经好就是太多了。基督教的12门徒，每一个尖象征一个门徒，没有犹大。它上面都是豪宅，有很多都是国际巨星，包括咱们国内的也有很多明星在这儿买房子度假。据说这个山上最贵的房子好像是7亿兰特，差不多合3、4亿人民币吧。相对便宜一点的那种独栋的小别墅，大概有个1000万人民币左右能买一套。其实你要说起来贵吧，它也挺贵的。可你要说便宜呢，北京2环里一套房，这儿不比北京2环里的环境好。哎呀，今天这个阳光，这个海浪，这满天的云朵，哎呀，太美好了！虽然昨天好望角有点阴，但是今天喀姆斯湾这儿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对啊，苍蝇搓手。午饭还是在昨晚那家中餐厅吃。今天有新鲜打生蚝，新鲜的生蚝，生吃的，挺好吃的。确实是有一点那种淡淡的发甜，回来做一个，有一点那种腥海洋的味道，但是很淡，确实是挺新鲜的生蚝。对，放了点它的那个辣酱，我加了辣酱的好吃。它会遮那个腥味吗？遮腥味一点都吃不出来了。哦，这个餐馆有好多的红酒，2020年、2018年、2017年、1972到1989的红酒，这标签都发霉了。饭后我们前往市郊的葡萄酒庄园。流浪汉没建完的桥，还是荒废的桥，上面大圈碰碰。天这么亮呢，这路灯都开，南非有很多这种盗窃电缆的事情。这个电缆一偷嘛，要去修，要花很多钱。完了，民众就抱怨，所以这边一想，算了，干脆把这灯开开吧。开着的时候，那些小偷他就不敢再捡这个电缆了，那有电嘛。我们来到了南非酒庄品酒。这个酒庄是有好几百年历史了，据说他们家是南非最老的酒庄。我们来尝尝他们的酒。咱们呢一般看到的啊，就是这边呢，其实它的品牌，这个我说的是这个葡萄的品种，在这个地方和当地人喝的话，他不会看品牌，他会看这个葡萄的品种作为它的首选。那么年份呢是根据它这个葡萄呢采摘成分来决定的啊，采摘之后酿造出来，直接去装瓶就来喝了。只有那个口感浑厚一点的，它才会装橡木桶。长相思。可能是因为冷藏的酒其实挺好喝的，我本来不是很喜欢喝白葡萄酒，我觉得白葡萄酒它偏酸，冷藏过之后那个冰的感觉把甜味儿给激发出来了。你闻起来是很酸的，可是实际上入口之后它比较柔和，而且是偏甜，有一点点甜酒的感觉。这个就是放盛酒的，喝不了的或者不爱喝的你可以倒进去。这是22年的杰百纳，挂壁感不错。闻起来有很浓的果香，喝起来也是果味比较浓，但是偏酸。匹诺塔吉，闻起来没有刚才那个杰百纳的果味浓，但是喝起来比那个浓，果味要比那个浓，更偏甜一点的那种果味。设拉子这个拼写和伊朗的那个城市设拉子是一模一样，很有可能是这个葡萄的种就是设拉子那个地方产的。那这个偏甜，闻起来果香也更浓一些。
可嗨了。一滴酒一滴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边放眼看去全是葡萄架，但是现在是冬天，已经没有葡萄了。喝嗨了，一出来一吹风上头了怎么办？从早上起来，桌山上面一直都是云，我们熬到了下午，现在云开始逐渐散了，我们要去桌山啦。这里就是桌山的停车场，在我的这边就是开普敦的市区，这边就是桌山。我们上次来这儿桌山没上成，因为是3月，它季风季，缆车不开，所以我们只去了信号山。这次就来弥补桌山的遗憾。对，没想到坐个缆车还得爬楼梯，爬了好几层，还挺累。已经有些人了。上天了，上天了啊！前面的这个人他在拍外面的风景。我们这个缆车是360度旋转的。我们上到桌山上面了，现在我的这个方向还全是云雾，什么都看不见。转过来，在我的身后已经可以看到蓝天了。我们在这个位置上，这个桌山是从北往南，也就是从那边往过看才叫桌子。早上咱们在这个位置，我停了一下，卡姆斯湾，你拍12门徒峰，1、2、3、4、5、6、7、8、9、10，叫12个山峰，那叫上帝的12信徒。那么这边是最高峰，这边就是魔鬼峰，这个叫狮子山，这个叫狮子头峰，狮子屁股叫信号山。昨天晚上到这儿了，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啊，整个城市，但是有云嘛，是吧？现在清楚了啊。我身后可以看到整个开普敦的全景，上面浮着云，我们就在云的上方，那边能看到阳光下波光粼粼的大西洋，等着呢。蒙春的小家伙，看胖的，肉墩墩的，你能想象吗？它居然和大象是亲戚。而且它好像比大象的种更老一点。雾上来了，迎面而来的这种水汽就上来了，就差那一会儿，估计再晚一点儿，我们上来的话就看不到那边的景了，因为就感觉这边的这层雾直接就过来了。来看看现在的雾成什么程度，那也看不见呀。那边应该是大西洋。前面这个小黑鸟叫声特别好听，我在拿面包喂喂这个小鸟。这有一个。听见我掏塑料袋声过来了，但是人不吃，他也不咋怕人哈，你看呢？他离着这么近，他也没声，啾啾。我觉得他们不吃面包是挑食儿。有披萨谁吃面包啊？是不是？哎，他们吃肉，你看见没有？哦。你看全来了，他们就是吃肉，但是那个块太大，他咽不下去，但是他还想独吞。这个算是桌山可活动范围的后山。嘛也看不着啊。要有耐心，多等一会儿，等这片云再过去。对，就又能看见了。这里有一个牌子，上面有桌山整个自然保护区的所有景点，在上面居然我们还看到了飞翔的荷兰人，就是那艘有名的鬼船。在桌山这儿也和好望角一样，这里的植被全都是上万年的历史，他们的祖祖辈辈就在这里生长着，哪怕是一片叶子，还是一个石头，都不允许带走。如果你带走，抓住的话就狠狠罚你。上面应该是有这附近出没的一些野生动物，还有一个救助电话，可能是如果你被野生动物伤了，或者看到了受伤的野生动物，你可以打这个救助电话。雾上来了，能见度应该已经不足50米，感觉每呼吸一口气就是凉凉的水，因为今天这边冷嘛，就是你感觉你会把水珠吸到肺里。啊，好多水，迷雾中的太阳，眼瞅着就没了。我们身后这有一堆堆的，感觉是被烧掉的，就是在这种浓雾下，是一个一个黑色的那种烧掉的草垛，感觉有点像一个一个小坟包。有一点点中式恐怖的感觉。在山顶上有一个小餐厅的，还有一个小商店，这建筑风格很北欧。这里还有一个邮筒，你可以在这个商店直接买明信片，从这个邮筒发出去。我们去商店转一转。Hello。啊，我说怎么这么大烟味呢？他们在这烧壁炉呢。哦。才90，兰特50块钱人民币，不愧是景区的商店，东西都好贵啊。
曼德拉茶，这个是旁边的餐厅，大个的披萨。你买一芽儿，就是各种果汁儿、奶酪、西红柿三明治25块钱人民币啊，炸鱼薯条95啊，然后 BBQ 鸡肉95，这边还有卖红酒的。你有兴趣买个小甜品吗？目前没什么兴趣，我不想把自己齁着。我们从桌山下来了，准备去下一个点了。我们到了马来区，这个我们不能下车，不能去冒险啊！咱们在车上看一看，各位，你别站在那儿拍。咱们在那儿开车的时候，前面有2个小孩假装打电话，他手都直接伸去抢人家那个手机没？看到没？那个马来人呢，毕竟很多是穆斯林嘛，给他们一个社区。但是呢，他们又是独立，你不能给他门牌号，就用颜色来区分。解放之前，这些彩色房子一个颜色代表一户人的，这一户可能就是咱们国内那个大宿舍，住了8个人。你比如说你找谁啊？这个1号街红色的房子，在解放之后，大家都平等了。现在呢，有颜色了，还有门牌号了。这个马来区呢，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给当地人带来收入的旅游景点。这些人得不到收益，所以他们会是不太友好啊，不太友好。上车，那么一会儿车门往右转。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公司花园，其实就是原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这边刚一过来就是一个天主教教堂，感觉教堂前面的这个小门厅应该是后修的，这面墙还行。侧面的那个墙跟整个这个教堂风格不一样，而且它还重新修了那个大玻璃。黄色的建筑叫奴隶宿舍，一到周末就会把奴隶们从这个里边拉出来，沿着这条街像拴牲口一样，就把他们拴在这儿卖。大概一个奴隶最多值1个金币，可能都到不了。我身后的这条街是整个开普敦市的心脏地带，这里以前是一条运河，他们会把从花园里边种的那些粮食通过这条运河运到码头，后来就把它填平了，现在变成了一条主干道的街道。南非有3个首都嘛，它这儿现在不是执政首都，假设这儿是独立的话，那这就是总统府。我刚才看到了一只巨大个的耗子钻过去，不算尾巴这么大，作为北方人瑟瑟发抖。曾经这个花园是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植物和农产品的一个生产基地，他们会用大量的奴隶在这边耕种。南非独立之后，这块就变成了一个相当于是开普敦的植物园，这边有大量就是非常稀少的树，比如说我右手边这棵巨大的不知道是什么的树，就看它很巨大。后面这个雕像，我感觉应该就是曾经那个东印度公司的负责人。现在是傍晚时间，有很多当地人会来这儿散步。现在这里是对整个开普敦市免费开放。今天是周日，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公园里有很多当地人，尤其是孩子，他们都会来这儿玩。这边小草坪上有很多孩子在这儿踢球，很多在这儿拍大合照的当地人。也不知道今天是有什么活动还是什么。居然有一对结婚的，沾沾喜气儿，咱在哪儿都能遇到新婚夫妇。我身后这个雕像，它是英女王派过来的，要连通从开罗到开普敦的所谓的开铁路。过来之后，他也没把这个路修通，修这个路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来抢东西，南非的矿产嘛。可是呢，他虽然说是路没修通，但是开普敦的大学是他创办的，我们品酒的那个酒庄也是让他买下来的，他对于开普敦的发展有一定帮助。动机不纯，居心不良。对，我们看见了一只松鼠。它不吃，人家就吃坚果。它好像也不怎么怕人，但是它也不接近人。引诱失败，它就在那儿一直跑。现在看我身后那个桌山，它现在上面一点云都没有。我们下来了，它没云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桌山5点关门，所以你就算想在上面待着，你也待不了。我后面的那个白房子，就是开普敦的国家博物馆，它里边有很多出土的一些文物啊，还有南非的这边产的那个动植物的标本。这个雕像眼熟不？和比勒托利亚总统府门口那个2战纪念碑一样。南非2战纪念碑开普敦分碑。先要一个再这叫埃及艳。我们还是第一次看见白松鼠、白化病的，买种呢。你还有货吗？没货，它又不吃面包。
我们现在准备再去信号山碰碰运气，今天看看能不能看到一个比较好的夜景。就看右边那个尖尖的山峰啊，下边有3个楼，大家看到了没？上面有3支蜡烛，特别晚上的时候，有人说这个楼上是有高人设计在这个地方的，借助这边的这个流水声的。山下可以看到举办南非世界杯的绿点体育场。今天我们很幸运，底下没有雾，而且日落非常好。上山路上停满了来看日落的车。我们来到了观景台。哇，今天这个太阳太给力了，哎呀，太美了。这个日落，我觉得已经是大西洋的无敌日落了。桌山的晚霞，今天晚上值了。在信号山顶看到2只珍珠走地鸡，应该也是野生的。这是珍珠鸡还是什么？应该是，看起来像是珍珠鸡。那叫的声可难听，咱们都得在动物园看，在这儿人都野生满地跑。是不是面包？我那点面包今天一个劲儿的推销给各种动物。他们好像吃。他们吃。硬喝这强。咱别的地儿只能喂鸽子，就在这儿喂鸡。我们看到了曾经拍照的那个小椅子，它被扔在了这里。我再坐一下它。因为这儿堵车了，我们要步行下去看城市的夜景灯光。现在天已经慢慢暗下来了，灯光也已经起来了。开普敦的夜景，今天没有雾，景色真的太棒了。绿点足球场也亮灯了，这就是南非世界杯的举办地。现在天已经暗下来了，后面的灯光非常璀璨，就像那种碎金子一样闪闪发光的。昨天有雾看不清，今天太美了。我们的晚餐依然在这家吃，已经在这儿吃3顿了。据说是整个开普敦只有2家中餐馆，只有这家做的好吃，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这家吃。这个缸里昨天晚上有2只鲍鱼，今天中午来这儿看就剩1只了，现在1只都没有了，最后1只在这里，最后1只他们捞出来了。在开普敦的第2天，我们入住了一家酒庄的酒店。这个酒店的客房除了面积比较大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色。最大的特色是它的花园，但是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就明天早上起来再去花园转转。明天是我最期待的行程，花园大道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早早休息睡觉啦。这个姿势很风骚。Hello， How are you？ 哇，这个浪！我们的肉饼，咬一口没咬着肉。我说这是非洲，你敢信？羊